关于美国代孕的奥巴马保险。我简单的给大家呢介绍几个关键的知识点。其实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叫做 ACA 保险也好，或者是奥巴马保险也好呢，它其实是美国的技术低保，它在每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开放。也就是说这一年其他的时间的话，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呢，你如果没有保险你就不能买，或者是说你有特殊的原因你也不能更改你的保险的计划。那我们要知道的话呢，很多美国的保险呢，它其实是不能够用来代孕的，因为代孕是一种商业行为。换句话说呢，越来越少的保险愿意去 cover 代孕的情况，这就使得每一年年底的时候，这个保险开放期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挑选到孕母，我们能够匹配好，甚至能够通过体检进入合同的阶段，那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孕母购买上这样一份保险。那么第一，这个保险呢不是用于试管周期的，也不是用于移植周期的，它是当孕母怀孕了之后转到妇产科的时候才开始用。第二呢，美国的奥巴马保险呢是在每年大概11月份到1月份的期间购买，那么它开始的使用的时间呢，可能是1月份或者是2月份，但是不可能说我现在购买了之后，我让她怀孕的时候6月份开始用，可以吗？不可以的。什么是一个最好的时间呢？这取决于你现在在你的代孕周期的哪里。像我说的，如果说我们的孕母已经移植了，已经怀孕了，我们当然要给她续保或者给她引入到保险，因为她要看妇产科医生了。那么如果我们的孕母已经通过体检了，进法律了，比如说现在是11月份的时间，那么您可能会在12月份的时候开始给她购买保险，因为她移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可能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会遇到看医生的情况了。还有的情况就是我 coming late， 那我现在已经是12月份了，甚至1月份了，有些会考虑我先选择了孕母，我先付他这个钱，如果他通过了审核或者是通过了体检，那么其实我还是可以用这个奥巴马保险在未来使用的。那我们也有客户呢会这样的选择，所以这个时间上呢要看您现在处于哪个阶段。那么第三的话呢，这份保险呢我们需要进行评估，评估它是否可以用于代孕。那么您一定要付一个评估费用，因为中介机构不是一个保险的 broker， 我们不确定每一个保险是否可以用于代孕，我们不确定这份保险是否可以用于代孕母所选择的医院和他的妇产科医生。那么这个保费当评估了之后，你能够知道有这份保险的时候，保费是从1月份，如果你选择1月份开始，或者是2月份你选择2月份开始就要进行支付的，每个月的费用大概是几百美金，所以不是说 enroll 之后我就一定要付1年的，它是按月进行支付的。如果说我这孕母 enroll 了之后2个月3个月不支付的话，这份保险就会被取消。那么保险里面除了我们说的保费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比如说自付额，比如说我每次看医生我们叫 copay20、30、60，那么还有一叫 co-insurance，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孕母生产了，医院可能呢付80%，那你可能付20%。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呢，叫做 max out of pocket， 也就是说我购买了这份保险，那我最大的从我兜里掏出来的钱就是这么多，可能是8000，可能是9000，那么您就把保费加上，再加上您的最大自付额，是您这总共可能要付的这个费用。这份保险如果我们的孕母怀孕了之后，一直要支付到什么时候呢？根据合同一定要支付到她生产之后3个月，不是说宝宝出生之后我就可以终止的，因为这个可能会 防止一些孕母出现产后的一些complication。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配上了孕母，我们也给她买了保险，但是她移植不成功，我们要重新 rematch 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终止支付孕母的保险，当你终止合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这个费用可能是1万多的时候，那么这1万多其实包括了你要付的保费和其他的一些自付的部分，但是如果说这个孕母是 rematch 的话，你其实只是完成了她的每个月的保费的部分，那么自付的部分的话没有发生了呢，这不会发生。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选择了这个孕母，我付了保险，哪怕她移植不成功，那我可以给她取消，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 extra cost， 或者是说我移植第1次没成功，第2次移植成功了，那么前面这段时间你购买的保险呢还是需要进行支付的。如果能够选择奥巴马保险，当然会建议呢大家选择奥巴马保险。如果大家确实是说我可能赶不上的话呢，他们有2种保险可以购买，一种呢叫做 gap insurance。 那这个 gap insurance 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的孕母5、6月份怀孕了，我可以支付现金，但是我购买了这个 gap insurance， 一旦有特别高额的费用发生的时候， gap insurance 就可以发生了。那另外一个保险呢，就是专门为代孕计划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无论你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购买，只要孕母怀孕你就可以购买。那么这种保险的话呢，它只能 cover 比如说一定数目的超声、一定数目的产检，
减，但是呢，好处就是说呢，它全年什么时候都可以购买。整体来讲的话呢，费用可能会相对贵一点。大家了解这几点之后的话呢，可能会帮助您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年底的阶段，来考虑我应该怎么样的更好的 prioritize 我的这个过程，能够在上面的节省些费用。